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要继续分享管理者每天精进1%的决策跃升思维这本书。作者曾国栋，现任大连大控股副董事长，友尚集团董事长，是由商周出版社出版。先前曾经介绍过本书的2个重要观念及应用。第一是永无止境的问题是正常，不要把烦恼带回家。第二是降低期望值，更能提高行动的动力。而今天要介绍的是他的另一个重要观念：不为5%的人之错误，耗损95%的好人。作者说，他曾经遇过一位同行，身为老板，连产品简介与样品数量都要亲自签核及控管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累，应该交办下去，由业务员或经理层级管理才对啊。他说，你不知道，以前我们的业务员拿了样品就去分送给亲友，根本没有帮公司做生意，所以我决定严格管制，全部都由我自己控管。这个故事的迷思是因噎废食，老板不相信底下的主管，忙死自己，导致效率降低。而业务是不等人的，不让底下的业务员加快脚步对外送样品，反而卡在老板的签核流程，将使公司丧失非常多的生意机会。公司经常会因有人犯错，致使公司蒙受损失或困扰，例如客户不付款造成呆账，员工私吞样品，上班打卡作弊，迟到，类似的大大小小状况难免会发生。关键是主管如何因应。为防范5%经常迟到的员工，有些公司会制定麻烦的打卡制度，规定所有人都要配合，结果往往是习惯迟到的人继续迟到，并没有改变，反而给平常准时上班的同仁添麻烦。其实只要针对5%迟到的人订定例外管理的机制，比方让主管特别去关切，经常稽核即可，而不要因为5%错误的人而制定了让95%的好人都不方便的规定。某些麻烦的规范往往有其时空背景与环境之需要，应该随时因新的环境而调整。针对不合时宜、让人不方便的规定，随时检讨改进。主管因同仁犯错就把权力收回来，这个做法看似合理，其实不然。因为把权力收回，也就意味把工作买单回来，帮属下做他本来该做的事，反而让主管疲于奔命，无法承担更重要的任务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主管应该允许属下犯错，做错了再发回修正，每次修正都是机会教育，让属下每次进步一点点，直到他能够独当一面为止。先花费时间把人训练起来，之后才能真正节省时间。也许有人会问，某些人就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怎么办？其实一直犯错带来困扰的人可能只占5%，主管为了5%错误的人把工作收回来，卡住了自己宝贵的时间与公司的发展，可谓得不偿失。然若是主管勇于授权分工，那些练不起来的5%该怎么处理呢？其中某些人或许有特殊的状况，要换个方式辅导与训练，让他们成为可造之才。如果还是不行，就要考虑淘汰，而非主管一直跳下去补属下的漏洞。此外，不要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草绳，导致从此不敢信赖人。很多人因为曾经遇到5%错误的人，而从此局限了他对人或事的看法。因曾有合伙失败经验，一提到合伙就想到合伙人卷款潜逃，而不敢与人合伙做生意。但其实有可能是他们未妥善规范合伙的权利义务而已。因一朝被蛇咬而拒绝合伙，
却可能让公司难以扩张，失去发展的空间。又有些主管被悉心栽培的属下背叛，从此再也不信任属下，也不想培育他们，这也是错的。不要因为一个特例，扼杀了自己与公司发展的机会。遇到负面的例外，当作上辈子欠人家的。对人也是一样，我们对100个人好，也许有5个人不领情，反咬你一口，但若因此否定其他95个正向回应的好人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如果因一些负面的特例而不再对人友善，反而会损失更多正面互动的机会。所以作者建议，万一真的碰到了不好的特例，就当作是上辈子欠人家的，这样就不会因此而因噎废食。综合以上说明，本篇结论如下：一、不要为了防避丧失更多心力的契机，不要因为5%错误的人事物制定让95%的好人不方便的规定，应该针对制造错误的人订定例外管理的机制。二、某些麻烦的规定是基于过去的时空背景与环境，应该随时因新的环境而调整，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。三、把负面的5%状况当成全部，一朝被蛇咬就裹足不前，会损失更多正面互动的契机。应该敞开心胸，就不会因噎废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，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